这个还有很多精华。今天我会分享一些关于素颜霜啊、防晒霜的产品，但是因为最近我的皮肤很容易不稳定，所以等一下我会分享一些保养型的适底乳。我想说，既然都要分享呢，就直接给你们示范，就顺便一边保养一边上底妆给大家看。好，这个化妆棉垫的精华已经吸收了，你看，非常的滋润保湿。这款超级好用的，但是呢，目前我也是刚开始使用，我已经很喜欢了。我想要再过一段时间使用一半以上，再跟大家分享，到时候会有更详细的内容。那么今天的主题其实是防晒霜，好，脖子也可以了。接下来用精华的部分，这个是新产品，之后也会分享。这个主要成分是玻尿酸跟冰川水，就是保湿的。好，已经吸收完了，你看，已经干爽了。但是你看我皮肤超有光泽的，哦，超级厉害。接下来涂个眼霜 Pyeongcan U 的，之前分享过。这个眼霜比较不会跟底妆打架，然后保湿滋润度也很好。面霜部分用 Mixon 跟 Yuna Euterin 联名的，它有出2款，一款比较清爽，一款比较滋润。我手上这款是滋润型的面霜，给大家看一下质地。其实我还没有用很多次，所以这个之后会再详细分享。我有买它的全系列，你看它的质地呢就是这么滋润的，但是它不会有油油的感觉。这个肤感我很喜欢，因为它有点像面霜跟凝胶之间的质地，比较像水凝霜，可是它的滋润度又可以持久的，比较特别的。我觉得它的质地，而且它没有任何香味，没有香精、酒精、精油、PEG 添加，可是它成分好像有一点多。这个滋润型的面霜有54种成分，会稍微多一点。反正我使用起来不会过敏了，大家看一下。那我觉得它很适合化妆之前使用，因为它很保湿又很滋润，它的保湿感是可以持久的，可以续航很久，所以晚上使用了，它的保湿度也可以持续的。好，面霜之后，我们再擦一个防晒霜。这款是化学性防晒，是 Beauty of Joseon 的大米防晒霜。这种防晒霜我超级喜欢，也超级推荐。它的度数有 SPF 50度加 PA 4个加，而且它在国外是有皮肤科医生推荐的。它的防晒是有国际认证的，所以这个防晒的指数是可以相信的，有测试过，网络上是可以查得到的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防晒不足的问题哦。那这种防晒质地啊，我觉得有一点点像凝胶跟乳液之间的，它的质地是这样的，很水润。虽然它是化学性防晒，但是它还是有一点点像物理性防晒那种会成膜，有一点白白的。可是这种白呢，比较不会很明显的泛白。然后呢，它吸收之后其实变透明，就完全不会有颜色了。好，我们上脸看一下。我平常擦的防晒量会多一点点。我现在是第1层而已，但是因为今天要上底妆，所以我应该就这样就好了。然后这个防晒是完全没有味道、没有香气的，本身成分也是没有添加香精、酒精和精油。这款防晒霜超级滋润的，它的质地是可以当成一般的面霜去使用。如果你皮肤没有那么干的话，真的是可以精华之后使用这款。大家看一下，它真的很滋润、很保湿，可是它不会闷皮肤，不是那种很油腻的感觉。等一下被皮肤吸收之后，它会更清爽一点，而且它这个保湿感可以维持一整天。过了几个小时之后，它也不会让皮肤冒油，反而我觉得出油的量会减少。看起来我的皮肤是很干净的，而且虽然它是化学性防晒，但是我觉得它有一点点的提亮我的皮肤，
就是有一点点的自然光泽感，看起来我的皮肤有比较平整一点点。这款防晒停留在皮肤的时间越久，我的皮肤看起来就会越自然，因为它后面不会那么的亮。那今天我还会上底妆，所以我就尽量补一些影片给大家看。其实这个防晒我觉得它不油腻耶，所以我觉得油性肌肤还是可以用的，只是你前面的保养不需要做那么多，可能化妆水之后可以直接使用，反正就根据你的肤况去使用就好了。它是油性肌肤也可以使用的，然后干性肌肤很适合，它的保湿度非常好。这个防晒的主要成分呢，有30% 的大米提取物，另外还添加了烟酰胺，还有植物的发酵物，还有一些植物的提取物。成分里还添加了一些益生菌。我觉得用起来这款真的很温和，我个人非常推荐 ，CP 值超高。其实平常我使用这款防晒擦2层也不会有太厚重的感觉，因为它会被皮肤吸收。反正这种防晒我使用一段时间还是觉得它很好用了，完全不会有致痘的问题。而且在化妆之前使用它，这个底妆会比较服帖，比较能够维持。这种化学性防晒是我目前使用过最喜欢的啦。但是因为它质地还是会比较滋润、比较保湿的。那如果你不喜欢这种感觉，可能就不太适合咯。好热，好热，好热哦。好，接下来应该可以上底妆部分了。我手上这款是 Lisa 的 Capsule Foundation， 这款虽然它说是 Foundation， 但是我觉得它比较像一般的适底乳，因为它的遮瑕度非常低，但是它又有一点润色的效果。你看它就是有点肤色的嘛。那么现在在虾皮是可以很容易搜寻到，而且它的价格大概是几百块台币而已。好，我先不多说，等一下再慢慢介绍哦。我先上给大家看。好，大家看一下。它挤出来就是这样，里面呢会有一些 capsule， 然后你搓开之后呢，它就会跟这些精华混在一起。你看是不是很神奇？它就是这么的自然，很轻薄。单独使用它已经有一些保湿的效果了，它很像保养品，所以它很适合皮肤比较脆弱又想要修饰肤色的时候使用。它是比较不会造成皮肤的负担感。好，我先把它均匀的抹开，让这个颜色均匀一点，再上皮肤上，避免它卡粉啊。好，它本身就真的很滋润了，很像擦保养品哎。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么自然。但是还是很明显看到肤色比较均匀，比较亮一点。我手上这款颜色是21号色，是比较白的，它好像没有更白的颜色了。好，接下来把这边也上一下。我是建议这款粉底液不要擦太多，不然还是会比较容易极限卡粉的，就需要慢慢的堆叠，不要一下就很开心的上那么多。为了把这个粉上的比较平整，我就用气垫这个粉扑，慢慢去把它拍均匀。好，上完了，大家看一下，近看。我觉得它的效果比较像润色的素颜霜。这款粉底液使用起来是没有任何的香味，没有香精、酒精、精油、PEG 添加。大家看到它用起来本身也是有保湿度的，使用完之后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微微光泽感。因为我前面用的保养品的关系，所以这个光泽感又再明显一点。这种效果就非常像韩流的皮肤，有没有？就很水润的，很有光泽感。不过比较可惜的是，它没有添加防晒的成分，它是没有防晒的功能，所以平常使用它还是建议前面要擦一些防晒哦。然后我有测试过戴口罩，其实这个粉底稍微成膜之后呢，它比较不会粘口罩的。但是如果你不小心刮到，或者是你移动它，还是会有一点点粘口罩。可是你正常戴的口罩，它是不会粘上去的。我有测试过大概1个多小时，口罩还是蛮干净的，而且它真的比较没有负担感，比较舒适。卸妆时候很好卸，一般的氨基酸洗面乳也可以把它清洗掉。它就是一款很适合敏感肌使用的粉底。我测试它的时候是没有上任何的蜜粉定妆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效果是蛮不错啦。好，现在我先画一下我的眉毛跟眼睛，等一下再回来。好，大家，我回来了。好，现在看我一下，我已经把基本的底妆再画一下了。其实粉底我没有再上其他的，
我只有上这个眉毛、眼睛还有口红部分打了一些鼻影，还有一些打亮，就尽量都不会擦其他的粉底，就让它舒适一点。今天的眼睫毛没有夹起来，所以可能跟平常有点不一样，反正大家看一看就习惯了。好，那么今天分享的产品已经分享完了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，直接帮我按赞，好，别忘记分享、订阅、按响铃，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Hello， 现在已经过2个小时，看一下我的底妆，还是有一点光泽感。好，拜拜。